我意外获得全闪队，却被众人嘲讽是个异类。殊不知闪光可是精灵的天花板，不仅能拥有高属性的6维，甚至能觉醒特殊的技能，随便一击便能造成天灾级攻击。同学们，讲台上班主任刘丽大声说道：“期末统考的成绩下来了，首先让我们恭喜楚云天、张倩、刘一3位同学在统考中都进入了年级前10，可以获得免费领取一只宝可梦的名额。嘿嘿嘿嘿，那么多班级，那么多学生，前10名的位置我们班居然占了3个，尤其是楚云天同学排名第1，获得了我校唯一一个免费选取御三家的机会，大家鼓掌！”楚云天不仅学习好，还是天王之子，这对他这个班主任来说也是有很大好处的。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统考第1，奖励新手大礼包。卧槽，打开！恭喜宿主获得数据之眼，100立方空间背包1个，冠军级潜力宝可梦线索1条。数据之眼，你大概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空间背包也很好理解，现在市面上都有卖，只是空间没那么大。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冠军级潜力的宝可梦。系统查看线索。宿主的同班同学林凡将在10分钟后向青梅校花张倩告白被拒，气愤之下以50万低价卖掉其父留下来的传家宝，缴纳费用后获得了领取宝可梦的名额，并在培育基地中收服了一只误入培育基地的冠军潜力的呱呱泡蛙。备注：其传家宝为巨精怪 Mega 进化石。备注：系统已锁定呱呱泡蛙位置。牛逼！你一时间不知道该感叹冠军潜力的呱呱泡蛙，还是50万卖掉的 Mega 进化石的行为。不过据你所了解到的信息来看，这个世界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和 Mega 进化相关的任何消息，看来巨精怪的 Mega 进化石是被当作收藏给卖掉了。不过这线索的意思是要让自己去截胡。你虽然和这个林凡不熟，但是十分了解他，因为林凡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就和你不对付。虽然没怎么说过话，但林凡总是拿一种看垃圾的眼神看你。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这个机缘必须给他结了，你下定决心。就在这时，台上的刘丽接着说道：“其他同学也别着急，3天内缴纳所需的费用，同样可以领取到属于自己的宝可梦。普通宝可梦10万，御三家宝可梦50万，都记清楚了吗？那么3天后再见。”同学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出教室，你跟在林凡的身后，得想办法先把巨精怪的 Mega 进化石弄到手。林凡，你别再来烦我了好吗？谁规定的青梅竹马就必须在一起？何况我们只是邻居，而且叔叔阿姨去世后，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自甘堕落，不思进取。说完后，张倩一刻也不停留，大步离去。等到张倩走远，林凡依旧呆呆地站在原地，似乎是无法接受现实。你从角落里出来，走到林凡面前，凡兄，别难过了，我都看见了。为了一个女人不值得，虽然你并不觉得张倩哪里做的不对，但为了进化石，还是假模假样的安慰起了林凡。走开，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随后又低下头颓废地说道：“你不懂，你根本就不懂他。我查过了，他这个星座是这样的。是，我不懂。不过林凡同学啊，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就这样放弃了吗？不，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成为宝可梦训练家，一定要让他刮目相看。我相信他是爱我的。你 TM 哪只眼睛看出来张倩爱你的？心里虽然这样想，但你还是露出一副欣慰的神情。我是愿意相信你的，不过只有3天时间了，你准备怎么做？需要帮忙吗？”闻言，林凡突然又恶狠狠地说道：“怎么，有钱了不起吗？有钱就可以随意羞辱人吗？神经病啊！你暗骂一声，我只是见不得人间疾苦而已。毕竟本质上来说，我也是个善良的人啊。你最好是……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敌视我，但我相信人心始终都是美好的。林凡同学，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先走了。需要帮忙的话，记得联系我，钱什么的都不是问题。”说完，转身走出2步，留给林凡一个落寞的背影，眼神中带着一丝真切和遗憾。回头说道：“我以为我们可以是朋友的。”接着不再停留的离开，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数2、6。那个，等一下，奈斯，你得意，小样，轻松拿捏。接着回头就换上一副疑惑的表情，那眼神要多清澈有多清澈，简直像个大学生。怎么了，楚云天同学？之前是我态度不好，你别介意。知道态度不好，你倒是道歉啊。叫我别介意是几个意思？林凡却不管那么多，随后掏出一个小盒子，你看这个，我去，真是巨精怪的进化石。这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这是从我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你看这石头像宝石一样，肯定很值钱的。拿起进化石把玩了一会儿，做出十分感兴趣的样子，的确没见过呢。所以凡兄的意思是我把这宝石卖给你怎么样？真的？这不好吧，毕竟是你家人留给你的东西，我可做不来这夺人所好的事情。见你拒绝，林凡顿时就急了，这宝石肯定很值钱的，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我可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才卖给你的，那你准备卖多少？楚云天问道。100万怎么样？林凡试探着开口。什么100万？林凡兄弟，你不能坑我啊！我真心和你交朋友，你拿我当冤大头啊！你一把将进化石放回盒子里，我不要了。50万，50万怎么样？呵，还想着御三家？你想得美，50万不可能，抹个零。10万，你觉得自己还是挺善良的。10万虽然拿不到御三家，但也足够领取一只普通的宝可梦了。林凡被这砍价方式震惊到了，
抹零是这样抹的吗？林峰咬咬牙说道：“行，搞定。”你暗自得意，你也别觉得吃亏。这如果不是钻石，大概率就是个石头；这如果不是石头，大概率就是个钻石。说着，你将净化石又拿了回来。来，我给你转账。10分钟后，楚云天坐上了自己的专车，王叔开车回家。好嘞，王叔应了一声，一脚油门轰了出去。路上，心情大好的你哼着小曲儿，注意到王叔时不时的就往后看你。王叔专心开车呀，看我干嘛？王叔我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少爷这么笑过。不是，王叔你咋了？小说里不都这么写的吗？开车好。回到家后，马上收到了妈妈送的精灵蛋，里面是闪光加勒尔小火马，还有飞行天王，拥有龙族叛徒和龙族之耻的老爸送的闪光迷你。闪光精灵可是和游戏里不一样，穿过月的都知道，变异及进化往往代表着拥有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生命潜力，从而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阶层。游戏里为了平衡性强行拉高了数值，但在现实世界存在集合里，闪光那几千分之一的稀有度背后，是更高级的生命形态、更纯粹的能量聚合，以及更强大的精神意志。就在这时，爷爷楚正雄就抱着一颗精灵蛋过来，当然身后自然少不了那2个姑姑和他们的好爸。听，系统检测到有人基于宿主的蛋，并且相当气，只有宿主占别人便宜，反过来是绝对不可能低。任务宝可梦争夺战，奖励入龙之力已提前发放。本来正准备上前迎接，刚站起身就感觉到身体里出现一道暖，直接僵在了原地。半晌后回过神来，才发现老爷子正抓着他的肩膀使劲摇晃，嘴里孙子的喊个不。孙子，老爷子您别摇了，快散架了。你下意识捉住老爷子的手臂，下一秒楚正雄哎呦一声叫了起来。爸，你怎么了？楚南风赶忙上前查看，温若云眼疾手快地拿出一枚精灵球，出来吧，幸福蛋，幸福蛋，使用生命水滴。楚正雄一边活动着手腕，眼神在注意到楚云天手掌上淡淡的金光时，嘴皮子都在颤抖。大孙，你这是？你低头一看，那个，我刚才好像觉醒御龙之力了。什么御龙之力？真的假的？这时，楚正雄也顾不上自己的手腕了，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果真是御龙之力，好啊！笑声在房间内回荡着，得到楚正雄的认知。然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楚云天的2个姑姑虽然同样说着恭喜，脸上的苦涩却是肉眼可见。很明显，在楚云天觉醒了御龙之力后，他们想从老爷子那里争取宝贝龙的机会更小。而那2个堂弟眼神中的嫉妒更是丝毫不加掩饰。大姑、小姑，你们怎么来了呀？是来庆祝我统考第1的吗？楚瑶和楚婷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2位堂弟考试也结束了吧？成绩怎么样？我这次统考第1，爷爷可是奖励了一只宝可梦，那就是这一个精灵蛋，吓人诛心啊！张子安和陈贤心里那个气啊！你个大男人说话怎么茶里茶气的？见几人都不说话。温若云出来打圆场，作为大嫂和舅妈，她还是要把表面功夫做。而你则是干净利落地抱着宝贝轮精灵蛋，和楚新月一起快步走向了培育室，完全不给他们任何一点开口的机会。培育室内，看着3颗圆滚滚的精灵蛋，再看孵化器上的时间，迷你龙还有7天出生，宝贝龙和小火马都是5天，似乎是感受到了你的期待，3颗精灵蛋都轻轻地晃动了一下，在培育室和精灵蛋培养了近3个小时的胆怯。出来的时候，大姑二姑他们都已经离开了。爷爷，谢谢你的宝贝龙，哈哈，应该的应该的，我孙子有冠军之姿啊，低调低调。话说老爷子，你这次回来住几天啊？怎么嫌弃你爷爷了？装作伤心的模样。我大孙不要我了，要赶爷爷出家门了。那哪能啊？这不是关心您吗？你无语。这2父子怎么都这样爱耍宝？幸好自己还挺正经，将老爷子哄好，又将楚南风、温若云、楚新月都叫来。兴许是看见你如此正经，几人也都排站好了，甚至还有些紧张。有件事要告诉你们，儿子，你不会得什么大病了吧？楚南风一脸担忧。别闹。拿出刚从林凡那里逃来的巨精怪 Mega 进化石放到桌上。这是什么？我称呼它为 Mega 进化石，能够让一些达到最终阶段的宝可梦实现再对进。你拿起进化石递到楚正雄的手里，同时也将有关于 Mega 进化的存在告知了3人。爷爷，我想拜托你，尽可能收集足够多 Mega 进化石和钥匙，这对我们整个楚家来说都是一次机会。楚正雄拿着进化石翻来覆去的看了好久，像是要将进化石的模样刻在脑子里。我信你。短短3个字充满了老爷子对你的宠爱和信任。Mega 进化石外表基本一样，只是颜色各不相同，钥匙则是在体积上要小很多。我这边也会秘密进行，这件事尽量不要让人察觉。一年内尽量收集，时间再长就瞒不住了。若真被人注意到，我会放出消息说这些石头和我的研究有关，尽量转移注意力，事情谈妥。楚正雄和楚南风立刻就出了门安排相关事宜。之后的2天，你几乎都在培育室守着宝可梦蛋。荣城1号宝可梦培育基地，学校的豪华大巴停到了基地门口，一般30个人只到场了22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训练家，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培养一个训练家的费用。就连到场的这些人里面，最后也不是都会成为训练家，有的只是单纯喜欢宝可梦，趁着这次机会来收服一只。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再想要宝可梦可就困难。要知道10万就能得到宝可梦，50万就能得到御三家。这都是联盟给每届应届毕业生的福利，在外面的宝可梦售卖店价格最起码是3倍以上。同学们，马上到我们了！进入培育基地后，不要大声喧哗，收服宝可梦要量力而为，不可强行收服。班主任刘丽巴拉巴拉讲述着注意事项。系统发布任务，获得自己的初始宝可梦。任务奖励木炭，木炭这不是火系秘宝吗？好东西啊！自己虽然用不上木炭，
但楚南风可是有一只90级的喷火龙来着，这只喷火龙受潜力限制，如果没有别的机遇，恐怕一生都要困在天王巅峰了。这个木炭刚好可以给楚南风，龙系天王将会多出一只冠军级火飞属性宝可梦，就很棒。没过几分钟，便有工作人员前来引路，在培育基地中央大厅领取了精灵手表和精灵球。精灵手表除了通话、视频、上网之类的作用外，还可以查看所遇到的宝可梦的品种、性别、等级以及一些相关的基本资料，但是特性和潜力却是精灵手表无法查看的。培育基地内有山有水，占地之广可想而知，基本上大部分的宝可梦都能在这里找，而且等级都很低。进来后，你便开启了数据之眼，一眼望去，穿山水、精英级潜力、走路草、普通级潜力、小泉石、职业级潜力。果然，潜力高的宝可梦还是少数。各位同学，现在开始自由行动，你们有3个小时的时间。时间到后，若是还没成功收服宝可梦的同学，基地将会随机挑选一只给你。工作人员交代完后，几十人便迅速散开，各自收服宝可梦去了。你按照系统线索给的位置，一边朝着呱呱泡蛙的位置赶去，一边查看着宝可梦的资质：绿毛虫、普通级潜力、杰尼龟、道馆级潜力、菊草叶、职业级潜力、木手工、准天王级潜力。半小时后，终于是到了一处小湖泊所在。离老远你便看到了大量的水系宝可梦，并且在不远处的岸边看到一只蓝白色宝可梦。你大喜，赶忙从背包里拿出适合呱呱泡蛙口味的能量方块，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呱呱泡蛙，你要不要吃？呱呱泡蛙看上去胆子比较大，并没有因为陌生人的到来而害怕，反而是蹦蹦跳跳地来到你面前，接过能量方块，一口咬下后，呱呱泡蛙咧嘴笑了起来。呱呱泡蛙，我可以摸摸你吗？你伸出手试探着问道。呱，被我摸了又吃了我的东西，那你就是我了。轻抚着呱呱泡蛙的脑袋，想不想跟我一起出去？外面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只要你成为我的宝可梦，我就再给你半块能量方块。呱呱泡蛙吃完最后一口，双眼盯着你，2坤半块可以吗？呱呱泡蛙高兴地跳起来，仿佛战斗胜利了一般。你也高兴？没想到这小家伙这么好忽悠。拿出高级的大师球递到呱呱泡蛙面前，来，小家伙，不要反抗哦。在呱呱泡蛙的脑袋上轻轻一泡，一道红光后，呱呱泡蛙便进入了精灵球里。叮，哈哈！你兴奋地拿起精灵球，左右看了看，没人，太好了，我收服闪光呱呱泡蛙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已发放至背包。激动过后，你将呱呱泡蛙放出，查看具体数据。呱呱泡蛙，性别熊，属性水，等级 LV8新手，特性变换自如，变为与自己使出的招式相同的属性。技能：星之眼、拍击、叫声、泡沫、水枪、电光一闪、根源波动。潜力：冠军级，不愧是冠军级潜力的宝可梦。一共7个技能，不过为啥会有根源波动？心情绝好的你将呱呱泡蛙抱在怀里。呱呱泡蛙，我们一起去找下一个伙伴吧。由于还有一个名额，你带着呱呱泡蛙在大山里四处闲逛。1小时过后，依旧没有找到满意的宝可梦，你又带着呱呱泡蛙前往了御3家宝可梦蛋的孵化园，在里面转了一圈，发现了一颗天王潜力的草苗龟精灵蛋和一颗准天王潜力的岩兔儿精灵蛋，可惜都不是你想要的。于是准备去普通宝可梦的孵化室看看。刚换了一个孵化室，前方出现的精灵蛋让你直接傻了眼。精灵蛋，懒人翁，性别熊，属性一般，等级未知，特性干劲，技能未知，潜力冠军级。见鬼了，真的见鬼了！你揉了揉眼睛，密码呢？冠军级潜力的懒人塔，还是干劲特性直接判我赢得了。每日一问，请问懒人翁有干劲吗？有的兄弟有的，就是这一只。你答对了吗？这特性要是最终形态请教完，神兽来了都要被打趴下。你随即也不再犹豫，在工作人员别样的目光中抱着蛋来到登记处，将呱呱泡蛙和懒人翁精灵蛋进行登记。培育基地外，班上的同学基本都已经回来。张倩蹲在地上和杰尼龟还有比丘玩水，柳依依怀里则是一只可爱的伊布，肩膀上一只岩兔。目光找到林凡，只见他也蹲在地上和一只尼多朗交流。整天王潜力，这货运气这么好，他开柜了吧？好像我才是开柜。那没事了。班主任刘丽着急忙慌地跑过来，楚云天，你怎么选了一颗精灵蛋？这蛋挺好的，我很喜欢。这是什么宝可梦？懒人翁？什么？还有只嘎嘎泡蛙。你将精灵蛋塞到刘丽的怀里，老师帮忙抱一下。出来吧，呱呱泡蛙。呱呱泡蛙一出来，看到这么多人盯着他，很是傲娇的双臂怀抱，仰着下巴。刘丽长舒一口气，幸好还有只呱呱泡蛙，不然他最看好的学生，要是下学期荣成新人训练家大比的时候，派只懒人翁上去，他都不敢想象那个画面。又过了半小时，一班的人全部出来后，刘丽便招呼着众人上车。坐他旁边的是柳依依，柳同学，能帮忙抱下我的蛋吗？柳依依默不作声的伸手接过精灵蛋，全程都不敢和你对视。将背包放好，你将蛋拿回来。目光却是停留在了柳依依身上。你不要盯着我看。柳依依的脸跟小火猴的屁股一样。抱歉，你发誓，刚才绝对不是因为好死，单纯就是觉得这个社恐妹子想要成为训练家，怕是有些困难，说话都不敢，以后怎么指挥宝可梦啊？本来还想问问看的，现在这情况还是算了吧。
在学校门口下了车，你转身就上了王叔开来的豪华 SUV。回到家，你首先将呱呱泡蛙放了出来，让吸盘魔偶带他去和爱管事差不多娃娃一起玩，然后将懒人翁的精灵蛋安置好。看着培育室里的4颗精灵蛋，你心想有钱有势真好。等到他们全部破壳而出，自己就拥有5只宝可梦了。以楚家的财力，也根本不担心会培养不起，唯一有些压力的就是一次性训练5只宝可梦，或许会有些吃力。出了培育室，你便着手开始准备呱呱泡蛙的训练计划。转眼时间就到了傍晚，温若云他们也回来了。儿子，快让妈妈看看你的宝可梦。温若云小跑过来说道。呱呱泡蛙和吸盘魔偶去了后山玩耍，应该快回来了。这时，吸盘魔偶带着呱呱泡蛙也正巧回来，好可爱呀！楚星月掏出能量方块，成功得到了亲近呱呱泡蛙的机会。2个女人围着呱呱泡蛙上下其手。实际上，他们见过的呱呱泡蛙多了去，但这只不一样，这是你的呱呱泡蛙。爱屋及乌的2个女人会有现在的反应，你就不奇怪了。还有一只呢，在培育室呢，是懒人翁。楚南风愣了一下，说道：“去看看。”培育室里，2个培育师皱着眉研究了好一会儿，也没看出这颗懒人翁精灵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能看出潜力还不错，实在是看不出别的。温若云有些气馁，她不相信你会无缘无故带回来这颗精灵蛋，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才对。我知道了，其实你是想找一只和你一样气质的宝可梦，对不对？楚星月觉得自己发现了真相。66666，你扭头对楚南风说道：“懒人翁的事以后你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去后院吧。”去后院做什么？好事哦！你神秘的笑着。3人见状立刻跟上，说是后院，但其实看上去更像是一片牧场，有许多宝可梦在活动，有楚南风和温若云早些年收服的宝可梦，还有一些是温若云的学生的宝可梦。比如说你的专属司机王叔，其实是一名准天王训练家，他的宝可梦常年都养在这里。老爸，把你的喷火龙叫出来吧。楚南风虽然搞不懂这是要做什么，但还是拿出来喷火龙的精灵球。出来吧，喷火龙！喷火龙一出来便朝着天空射了一发。哈喽，喷火龙！喷火龙自然也是认识你。喷火龙，性别熊，属性火，飞行特性猛火，等级 LB89，天王巅峰，技能喷射火焰，闪焰冲锋，大字爆炎，潜力天王级89级，已经达到潜力的极限了。不得不说，这只喷火龙楚南风培养的很好，虽然这里面有大半是温若云的功劳。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木炭，在喷火龙面前晃了晃，想不想要？喷火龙感受到木炭之中蕴含的能量后变得躁动起来。臭小子，你这是……楚南风在见到木炭的第一眼就认出来，不敢相信的朝前走了2步。秘宝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拿着钱也买不到。火属性秘宝我用不上，老爸你给喷火龙用吧，这样你就拥有第2只冠军级宝可梦了。好儿子，快给我看看。楚南风颤颤巍巍的接过，他寻找了数年的木炭，竟然以这样一种平淡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哈哈哈！楚南风突然放声大笑，他马上就要拥有第2只冠军级宝可梦，成为和他爸楚正雄一样的准冠军级训练家了。一旁的喷火龙眼巴巴的看着楚南风，3人对着木炭，你看看，我摸摸。喷火龙拿去吧。满足好奇心后，楚南风将木炭丢给了喷火龙。木炭刚碰到喷火龙，迅速分解成无数的火属性能量，涌入喷火龙的身体。快点，都离远一些。几人退到几十米外，你开启数据之眼，时刻观察着喷火龙。数据暂时还没变，但是喷火龙身上的气势却是不断高涨。突然间，喷火龙身上涌出大量的朝着4周侵袭而来。暴鲤龙守住，狩猎凤蝶守住。楚南风和温若云同时放出自己的宝可梦护住几人，强大的火焰能量在这片空间蔓延。附近100米范围内的草坪被烧得一干二净。喷火龙拍打着翅膀飞过来，体型大了整整1圈。成功了！楚南风兴奋地奔向喷火龙，喷火龙却是掠过他，朝着你飞来。喷火龙将你抱着飞起来。哈哈哈！喷火龙，好啦好啦，头晕了，因为御龙之力的原因，你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喷火龙此时的激动。呱呱泡蛙使用水枪，水枪喷射而出，朝着对面的楚星月的白色伊布杀去。伊布使用挖洞，楚星月喊道。在水枪即将命中时，伊布钻入了地，正巧躲过呱呱泡蛙的水枪攻击。呱呱泡蛙跳起来，再使用一次水枪。呱呱泡蛙高高跃起，对准伊布打洞的位置又射了一发。就是现在，电光一闪，抓住呱呱泡蛙浮空的机会。伊布使出电光一闪，从地洞中窜出，硬顶着水枪直奔呱呱泡蛙。赢了！楚星月想着，才8级的呱呱泡蛙不可能有多余的技能来抵抗电光一闪。呱呱泡蛙对下方使出一字斩，什么？砰！伊布直接被斩落掉在地上，双眼变成了蚊香圈。楚星月冲过来将伊布抱起，你的呱呱泡蛙什么时候学会的一字斩？你奖励了呱呱泡蛙一个能量方块后说道，就昨天砍树砍会的，厉害！楚星月感叹道，其实我还有个更厉害的技能没用。随后2人带着受伤的伊布来到医疗室。宝可梦医生世家出身的温若云在这里有着十分完善的医疗设施。话说回来，你这只闪光伊布准备往哪个方向进化？这还是你第一次见到闪光伊布。在这个世界，伊布的进化型已经发现了5种，分别是水伊布、雷伊布、火伊布、夜伊布和冰伊布，剩下的太阳伊布、月亮伊布、仙子伊布都还没有出现过。还没想好，
楚星月一边给伊布治疗一边说道，正准备给楚星月说伊布剩下的3种进化型，你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发布任务，拥有3只宝可梦，奖励完美能量方块配方；拥有第1只准神宝可梦，奖励随机秘宝1个，完美能量方块能促进宝可梦的成长，将宝可梦在每个阶段的潜力发挥到极限。听了系统的任务，系统你果然是个好人。几分钟后，伊布被收进豪华球中休息，两人又来到了培育室。今天是宝贝龙和加勒尔小火马出生的日子，到现在2颗精灵蛋都没动静，三人大眼瞪小眼，又守了近2个小时。小火马的精灵蛋突然动了，紧接着便出现了一条裂缝。快，我们出去！温若云拉起楚星月就往外跑。宝可梦出生后会对见到的第一个人产生亲近感，将其当作亲人。自己的宝可梦即将出生，你急得就像医院产房外的大夫。随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黑色的独角从中钻出，蛋壳彻底碎成2半。一只身体雪白的小兽出现在眼前，浅黄色和偏蓝绿色的鬃毛完全没有火焰的样子，4只蹄子上也覆盖着浅黄色的毛。小火马轻轻地叫了一声，尝试着站起来。不过刚出生的它想要做到这点十分吃力。你摸了摸小火马的脑子，拿过一旁提前准备好的哞哞鲜奶喂给小火马。可以进来了吗？温若云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啊，得到回应。温若云和楚星月小心翼翼地进来，生怕吓到小火马。闪光宝可梦！两人看清小火马的毛色后，震惊地捂着嘴。小天，妈妈没看错吧？真的是闪光加勒尔小火马。温若云一手捂嘴，一手指着小火马。嘿嘿，你将小火马抱起，用脸蹭了蹭，我也很意外呢。哇，好可爱啊，太梦幻了吧，和我的河滨九尾一样。楚星月望着你怀抱里的小火马，双眼直冒星星。是啊，你的冰九尾也很好看，我都羡慕了。你之前也想过弄一只冰九尾，可惜在这个世界，这个品种的6尾生活在北欧那边一个名叫阿罗拉的地区，数量稀少，偶尔有几只潜力高的，也早就被瓜分了。不过这都是老妈的功劳，老妈最棒。楚星月挽起温若云的胳膊，她的冰九尾是去年这个时候温若云送的。两人一左一右的说着，温若云在中间笑得合不拢嘴。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快，我们出去！两个女人又风风火火地离开。你把小火马放到地上，扭头看着即将破壳而出的宝贝龙。很快，蛋壳破了，一个绿色的小可爱出现了。和小火马不同的是，宝贝龙一出生就充满了活力，在看到你的时候呀呀地叫了2声，直接扑到你怀里。哈哈，这么粘人啊！抚摸着宝贝龙头上坚硬的头骨，你感觉自己幸福死了。将宝贝龙放到地上，同样给了他一瓶哞哞鲜奶，随即开启了数据之眼。宝贝龙，性别雄，属性龙，等级 LV5新手，特性坚硬脑袋，技能龙之俯冲、瞪眼、火花、咬住，潜力冠军级，不错不错，出生便是5级，还遗传了龙之俯冲，不愧是冠军级潜力的准神宝可梦。随后目光转向小火马，闪光小火马加勒尔版，性别雌，属性超能力，等级 LV3新手，特性粉彩护目，技能2连踢、撞击、叫声，潜力天王级。小火马的潜力只有天王级，看来以后还得弄到超能属性的秘宝才行。你拿出2个高级的大师球，对宝贝龙和小火马说道：小家伙们，不要反抗了，马上就放你们出来。轻轻在小家伙们的头上敲了一下，2道红光后便被吸入了精灵球里。你拥有了第2、第3只宝可梦，顺带也完成了任务。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如下：完美能量方块配方，道具剩饭。新任务，拥有3只普通级宝可梦，奖励美丽鳞片。拥有第2只准神宝可梦，奖励随机秘宝1个。哎呦，这难不成还是个长期任务？难道自己要走上收集准神的道路了吗？后期不会还有收集神兽的任务吧？那玩笑可开大了。不再多想，你放出3只宝可梦，对着呱呱泡蛙说道：呱呱泡蛙，从今天起，他们就是你的弟弟妹妹了，你要好好照顾他们哦。等到你带着3只宝可梦出了培育室，门外的温若云和楚星月立即围了过来。怎么这个又是闪光啊，又是准神，好羡慕啊！楚星月看了一眼宝贝龙，你的迷你龙难道不是准神吗？1年时间就培养到了28级，等到4月份全国新生联赛的时候，差不多该进化成哈克龙了吧？吃最好的，用最好的，还有天王的教导和超厉害的培育大师帮忙，有这种成绩是应该的。听到2人的对话，温若云宠溺的笑了。傍晚的时候，楚南风还没回来。作为华夏8大天王之一，坐镇荣城，同时也负责整个西南地区的治安，像是走私贩卖宝可梦、野外杀人越货一类的事情屡禁不止，还有一些目的不明的邪恶组织在暗处搅风搅雨，这些事情足以让楚南风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楚南风没回来，楚正雄倒是咧着大嘴赶在饭点到。厨房里，温若云和楚星月还在忙碌，给老爷子泡了杯茶后，你问道：老爷子，你最近不忙吗？不怪你这么问，这位可也是大忙人啊！自称为天王以来，镇守10万大山近30年，10万大山大大小小数十个秘境栖息着不知道多少野生宝可梦。和地球上的宝可梦不同，秘境中的宝可梦没有见过人类，若是出现在地球，很容易引发问题。你晓得？楚正雄笑着指向桌上的手提箱，这是你要的 Mega 进化石。说这话的时候，楚正雄不免有些得意。闻言，你原本慵懒斜靠的身体猛地立正了起来，很快便打开了箱子，整整8块 Mega 进化石，还有4块钥匙。您这办事效率可以啊！
你竖起大拇指。那你以为？楚正雄嘚瑟地吹了吹胡须，说说看，这些进化石都是哪些宝可梦的？沙奈朵、水箭龟、暴鲤龙、大嘴蛙、大钢蛇、比雕、巨前螳螂、耿鬼，就这8种。目前能用得上的就爷爷你的比雕和老爸的暴鲤。听你说完，楚正雄一手拿着钥匙，一手拿着比雕的 Mega 进化石，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老爷子，别激动啊！Mega 进化动静还挺大的，也走漏了消息。你忍不住提醒了一下。楚正雄抬头可怜巴巴地看着你，我就在后院试试。不行哦，一切为了楚家。行吧，好。见小老头如此可怜，你也不得不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了。对不起了，龙系天王，老爷子，你还不知道吧？老爸的喷火龙已经是冠军级了。哈，什么时候的事儿？果然，注意力转移大法妙啊！就前2天的事儿，我估摸着他就是故意不告诉你，就等着什么时候跟你对练吓你一跳呢。哈，就他！老爷子吹胡子瞪眼的。不是老子瞧不起他，他再厉害，老子也能打得他叫爸爸。阿志，你一头飞蟹，你可不就是他爹吗？拿走拿走，以后我都派人直接送到这里，不然我怕自己忍不住。您这是眼不见心不烦啊！明天让王叔找人腾个房间出来，就当做收藏室，随你。晚上你回房间取出完美能量方块的配合，顺带将伊布剩下的3种进化型整理成文字，随后便来到了客厅。温若云和楚新月正窝在沙发上靠在一起聊天。要不先停一下？两人这时才注意到你手里的书籍和一张4纸，那是什么？楚新月问道。书籍给了温若云 ，A4 纸递给了楚新月，两人迷茫的接过，只看了2眼便愣住了，嘴巴越张越大。伊布竟然还有3种进化型？什么？我看看。两人交换看了看，于是又各自震惊了一回。儿子，这是你发现的？温若云此时的心情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完美能量方块的配方，他才匆匆扫了几眼，还不知道其效果。但A4纸上就那么点字，一眼就看完了。伊布这事儿若是真的，绝对又是一次足以引发热潮的发现。好，明天我就找人去实验，如果没问题，那你可就要出名了。楚新月则是沉默了片刻，说道：“决定了，我要太阳伊布。”为什么？你嘴角抽了一下，问道：“我还没有超能力宝可梦呢。”我建议你不要。为什么？楚新月不甘心地问道。绿色，从头顶开始绿，绿到尾巴，还是深绿。闪光伊布进化的太阳伊布是绿色的。楚新月听完就难受了，不敢想绿色的伊布得有多难看。我决定了，就要这个。温若云好奇地打量着你，实在是这几天你的表现和拿出来的东西都太让人意外，甚至都要怀疑你是不是被什么大能给夺舍了。你躺在床上思索着未来1个月假期的规划，首先是呱呱泡蛙，目前要做的还是熟练已经掌握的技能，着重训练速度。至于小火马和宝贝龙，吃好喝好，健康成长就行。这段时间你也不打算进什么秘境探险，一来是因为目前实力不够，二来则是好像也不缺什么，没必要现在就去冒险。接下来的几天，迷你龙和懒人翁顺利出生，你的宝可梦一下子便来到了5只。由于多了一只准神，系统奖励了秘宝磁铁。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个月，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假期结束。这期间，楚正雄和楚南风派人送来了20多颗 Mega 进化石和钥匙，全都被你收藏起来。而温若云则是成天泡在实验室里，研究完美能量方块的各种配方。不过伊布的3种进化型已经被证实，自然是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在你的要求下，温若云并没有大肆宣传这是你的发现。开学这天，你刚出门准备去学校，就看到门口停了2辆车，接着楚新月从其中1辆车上下来。这丫头得等到3月份才开学，这段时间以来，她几乎每天都会去蓉城各个对战俱乐部寻找合适的对手，来上一场酣畅淋漓的决斗。若是不说，谁敢信她是培育系的学生？而且这个培育系的学生还打败了帝都大学对战系的众多强人，成为了帝都大学那一届的新人王，让对战系的人都沦为了笑谈。走，姐姐送你上学。楚新月挽着你的手臂，脑袋斜靠着胳膊，甜甜的笑着。你这又是什么玩法？不冷吗？扫了一眼楚新月身上穿的包臀裙，你只感觉头疼。只要好弟弟喜欢，人家不怕冷的。楚新月夹着嗓子说道：“这家里就没个正常的。”你无奈只好让王叔回去休息，然后跟着楚新月上了他的车。宋姐，开车吧。车后座，楚新月亲昵地抱着你，对驾驶室的人说道：“好的，小姐。”一路上，你都在猜测楚新月究竟是想玩什么花样，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安全的到了学校门口。就当楚云天准备进学校时，突然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恶意袭来。好弟弟，昨晚表现得不错，姐姐很喜欢，下次还找你哦。你咬牙切齿的回过头，就看到楚新月环抱着双手靠在车上，露出一个甜美的微笑。不用想都知道，怕是从今天起学校里就会出现你被富婆包养的谣言。刚进入教室，你就看到几个熟人，张倩、柳依依、林凡都在，缘分啊！分完班又分到一起了。见教室角落没人，你加快脚步走了过去，这可是王座。呦，柳依依同学，这要巧，又见面了。柳依依的位置就在你边，这姑娘因为性格内向胆小，就喜欢在角落里待着。你好，小姑娘细声细语的打着招呼，好可爱啊！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你懊悔啊？这不比楚新月那个腹黑女强？果然，姐姐都只会欺负弟弟，只有好妹妹才会心疼哥哥。楚同学，你是没有加班级群吧？居然都不知道我们是一个班。前排的人回头说道：“是张倩。”啊哈哈，没注意。你笑着，笑完才发现自己好像是被女人包围了。这时，任课老师来了，枯燥又无聊的上课时间到了。教室一旁的柳依依听得无比专注，想找个人聊聊的你都不好意思打扰她。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中午。宝可梦一班的班主任来了。
竟然是琉璃。你知道琉璃也是个宝可梦训练家，也带过好几届宝可梦班，只是没想到这妖巧会分到这里。同学们，2件事，我们班现在还缺一个班长，有没有毛遂自荐的同学？琉璃刚说完，就有2个人举起手，一个是张倩，另一个你不认识。在看到张倩也举手后，那男生犹豫了一下，放下了手。看到这一幕，你心想这校花魅力真大啊，走到哪儿都有舔狗。琉璃眯着眼睛看了看那男生，陈岩，学习还不错，在之前的班级也是班长。那行，从今天起，张倩同学就是A班的班长了。第2件事，从今天起，对战训练场开放了，午饭后是实战课和训练课，到时候班长记得清点人数。好的，老师。张倩点头说道。琉璃离开后，你伸了个懒腰。楚同学，不认真听课可是坏学生哦。张倩回头打趣道。闻言，你笑道，那怎么办？班长大人要帮我补课吗？就2个人的那种吗？一旁的柳依依轻轻咳嗽了一声，2人看向柳依依，发现她小脸通红。我要去吃饭了，飞快地撂下一句话，柳依依直接跑出了教室。你无奈地对着张倩撇了撇嘴，像是在说都怪你。张倩挑了挑眉，关我什么事儿？另一个角落里，一个脸色黑成炭的家伙看着2人搁这儿眉目传情，气得肺都要炸了。本来林凡是想叫上张倩一起去吃饭，顺便道个歉，并表示自己会好好努力的决心，结果现在这画面让他完全开不了口。你也注意到了林凡，午饭后你和张倩一起来到了训练场上，一眼望去，好大一片荒地，除了黄土啥都没有。此时虽然还不到上实战课的时候，但少年人心性哪里忍得住？不少宝可梦班的学生都提前到了，各自放出自己的宝可梦，或是玩耍，或是对战。楚云天看了一圈，大多数人的宝可梦等级都在5级到9级之间。出来吧，呱呱泡蛙！呱呱泡蛙一出来便抬头盯着你。知道了知道了。你取出一个能量方块给呱呱泡蛙，顺手也给了张倩的皮丘一块。你没注意到，张倩在看到你的能量方块后愣了一下。闲聊了半个小时，张倩开始清点班的人数，15个人一个不差。之后没多久，琉璃便来了。今天是第1次实战课，你们是什么水平？宝可梦培育的怎么样？这些都得你们展示过后才知道。站在队伍前方，琉璃大声说道：现在3人一组轮流进行对战，话不多说，直接开始。琉璃的作风就是这样。楚云天，我们一起吧。张倩扭头说道。在他身后刚伸出手的林凡顿时僵住，那还差一个人呢。你说完后注意到林凡僵在半空的手，这不是林凡同学吗？林凡赶紧收回手，尴尬的说道。你好，对了，林凡同学，要不要跟我们一组啊？虽然小倩拒绝了你，但你可不能怪小倩，毕竟感情是要双向奔赴的，而且你之前不求上进，荒废学业，自甘堕落，被拒绝了也不奇怪的吧？张倩瞪了你一眼，伸手在你胳膊上狠狠掐了一下。这混蛋居然叫他小倩。然而张倩的动作落在外人眼里，那就是小情侣在打情骂俏。林凡更是眼睛都红了，眼中的恨意毫不掩饰。你装作没看到，接着说自己的。不过现在看来你也改过自新了，我也愿意继续帮你的，就像之前你让我花100万块买你的石头一样。哎呀，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是宝石。这些话说完，你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又表又茶的反派。原来林凡的宝可梦是这么来的。楚同学真是个好人，为了帮助林凡，竟然花了100万买他的宝石。你是不是傻？我看那8成就是颗破石头。那你这么一说，林凡岂不是太坏了？不仅骗人，还利用别人同情心，还是楚云天善良。他真的，我哭死！同学们议论纷纷。林凡听的是咬牙切齿。什么100万，明明就10万。这时，你突然拉起张倩的手，委屈巴巴地说道：小倩，对不起哈。那天你和林凡在楼道口说话的时候，我正好在那，我不是故意偷听的，相信我好吗？张倩憋得难受，想笑吧又觉得场合不对，但也不能把自己憋死了，不能笑不能笑，差点没绷住的张倩干脆退后一步，躲到你身后，用皮丘挡着脸，大口呼气。好了，都围在这里干嘛？都组好队了吗？琉璃看不下去了，现在的小年轻这么可怕的吗？刚才甚至有种看宫斗剧的错觉。琉璃发话，众人纷纷散去。呱呱泡蛙使用水枪，杰尼龟我们也用水枪，2股水柱相遮挡了双方的视线。电光一闪，你大声喊道：呱呱泡蛙腾转挪，转眼便杀到了杰尼龟面前。杰尼龟缩入壳中，砰！杰尼龟被呱呱泡蛙直接撞飞。杰尼龟，你没事吧？张倩喊道。杰尼，杰尼龟回应着，表示自己还可以。张倩点点头。那我们继续吧。虽然张倩知道会输，但也不想输得这么难看，简直毫无还手之力啊！呱呱泡蛙使用一字斩，你也是半点没有放手的意思。杰尼龟泡沫光线，杰尼，大量的彩色泡泡从杰尼龟嘴里涌出，朝着不断靠近的呱呱泡蛙飞去。见状，你立刻道：跳起来！水波动，呱呱泡蛙一跃而起，直接越过杰尼龟的攻击，双手迅速搓了一个水蓝色碗。随着杰尼龟被水波动命中，战斗到此结束。恭喜宿主完成校园首胜，奖励水之精华。道馆及以下谁属性宝可梦吸收可提升1到3级。任务：连胜狂魔，1个月内完成3连胜、10连胜、20连胜、100连胜，同一只宝可梦只能击败1次。连胜奖励未知，宿主加油！听着脑海里传来的声音，你笑容逐渐变态。对不起了，同学们，准备接受我的摧残吧。杰尼龟，回来吧。
张倩拿出精灵球让杰尼龟进去养伤，随后目光复杂的看着你，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自己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而且这家伙脸上的笑容怎么这么邪恶？战斗结束，楚云天同学获胜，你们两个不错。刘丽走了过来，刚才他在指导其他学生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边的战斗，虽然战斗场面一边倒，但张倩并没有慌张，而是沉着冷静的想办法应对着，这一点对一个训练家来说就很重要。张倩，你很有天赋，杰尼龟也培育的不错，只要经验上来了，在训练家这条路上可以走很远，被老师认可。张倩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刘丽接着说道：“你刚才犯了2个明显的错误。”在水枪阻挡视线的时候，楚云天迅速抓住机会发动攻击。那时候你在干什么？我被夺舍了吧？你在傻傻站着，等水雾散去。结果呱呱泡蛙杀到面前了才做出应对。现实战斗这不是手机上的游戏，不是回合制，为什么不预判攻击、预判防守，或是转移位置？张倩说不出话来。第二，呱呱泡蛙使用一字斩冲过来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避让，然后再伺机反击，你却让虚弱的杰尼龟正面迎击，更何况呱呱泡蛙的等级本就更高，这个可能当时有点热血上头。刘丽点点头，看向你，你很好，你的呱呱泡蛙竟然这么早就学会了水之波动，都是运气，运气。等刘丽离开，你扭头说道：“依依啊，要不要和我来一场汗流浃背的战斗？”柳依依一下从脖子红到耳朵，我赢不了你的。正要劝说，身后却来了人，楚云天，我来和你打。虽然他也惊讶于呱呱泡蛙的强大，但刚刚经历一场战斗，还连续使用了好几个消耗大的技能，这正是他的机会。你来，没错，你不敢吗？林凡刻意说得很大声，生怕别人听不见。果然，周围的人纷纷看了过来。林凡，你到底想干什么？见林凡语气不善，目的不纯，张倩质问道。哪知林凡没理他，静静的等待着你的回答。在他看来，只要打败你，就足以证明自己的优秀，更能挽回我张倩的信心了。说话不敢吗？不管你用呱呱泡蛙还是懒人翁都行。你笑了。这林凡不仅瞄上了消耗大的呱呱泡蛙，还盯上了我干劲特性的懒人翁。聪明反被聪明误，我的懒人翁可不是懒惰特性，还不知道呱呱泡蛙携带了道具剩饭，恢复能力要快上不少。来吧，见你答应。林凡顿时心花怒放，周围的人也都纷纷散开，空出场地。出来吧，尼多朗。林凡拿出精灵球，超大声喊道：“尼多朗，性别熊，属性毒，等级11级普通级，特性毒刺，有时会让接触到自己的对手变为中毒状态。技能：瞪眼、毒针、角状、聚气、2连踢，潜力准天王级，11级。这货不会是在假期里有了什么奇遇吧？”张倩和柳依依的2只宝可梦达到11级就已经很离谱了，这成绩都赶上去年的楚星月了，动作快点啊！不会是怕了吧？林凡接着叫嚣：“如你所愿，你拿出精灵球，出来吧，宝贝龙！”天空一声巨响，宝贝龙闪亮登场，场面安静了足足有2分半分钟，随后才爆发出一阵惊叹声。绿色，是绿色的宝贝龙，拍照的拍照，录像的录像，准神宝可梦，更何况是闪光的，无论在哪里都是很稀有的。大多数人只是在视频上看到，林凡则是在惊讶后脸色变得无比难看。准神宝可梦又如何？还不是才11级？若是自己能打败拥有准神的你，不是更显得自己厉害吗？小倩，你来当裁判怎么样？你说道。张倩回过神，好呀，战斗开始。尼多朗，聚气，宝贝龙，瞪眼，开局聚气，这很难评。而对方使用聚气后的攻击，要么是毒针，要么是角状。你不急，以不变应万变。先是用瞪眼让尼多朗害怕，降低防御，然后打一波防守反击。宝贝龙，快躲开！尼多朗使用毒针，两人先后发出了指示。果然啊，可惜我预判了你的攻击。宝贝龙使用头锤，宝贝龙伸着坚硬的脑袋扑了过去。角状，尼多朗同样直直的冲过来。宝贝龙停下，用龙息解决它。宝贝龙口中喷射出的能量直接把尼多朗掀飞，猛撞，趁他病要他命。宝贝龙顿时以惊人的气势撞向了还没落地的尼多朗。很快，尼多朗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秒杀。战斗结束，楚云天同学获胜。张倩兴奋地大喊着，从头到尾尼多朗都没给宝贝龙造成一点伤害，辛苦了，宝贝龙，给你吃吧。宝贝龙开心地吃起了奶皮，而那边的林凡收回尼多朗后，不甘心的竟然又拿出一个精灵球，再来，还有第2只啊！小倩，你和依依照看一下宝贝龙，宝贝龙还在吃东西，不着急回精灵球。张倩连忙点头，好的好的，可以撸准神了。张倩有点小激动。这边林凡派出了他的第2只宝可梦，是蚊香蝌蚪。蚊香蝌蚪性别熊，属性水，等级10级普通级，特性储水，受到水属性攻击时不会受到伤害，而是会恢复。技能水枪、催眠术、拍击、泡沫、玩水，潜力天王级。备注：林凡半月前于红枫湖收服蚊香蝌蚪，红枫湖是荣城边上的一处景点，连野外都算不上。林凡不会是去游玩的时候，顺便就收服天王级潜力的蚊香蝌蚪吧？而且现在你要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个，这只蚊香蝌蚪的特性竟然是 TM 的储水，怪不得林凡这么自信的来挑战自己，那就没办法了。迷你龙出来吧！迷你龙美丽的身姿一出现，引发的喧闹声比宝贝龙还要大得多。怎么可能？凭什么？这家伙怎么可能还有准神宝可梦？在迷你龙可爱的叫声中，蚊香蝌蚪最终被一发龙卷风给带走了。恭喜宿主3连胜，奖励10个小鲜奶精灵蛋。系统，你再说一遍奖励什么？
无可奉告。10个小鲜奶，有病吧？都是准天王潜力，还有1只天王潜力，那没事了。我本来也挺喜欢的。小鲜奶，鲜奶油宝可梦，长得娇小可爱，全身的技能几乎都是辅助和治疗，而且还能吃，就是系统一下子给的有点多，以后就养在家里当宠物吧。林凡狼狈的走了，刘丽将围观的学生打发走。这是不准备隐藏身份了，也不是故意想要隐瞒的嘛，主要是不想招来麻烦。瞒了2年半也是厉害，我还以为你起码得瞒到下个月的大赛呢。羡慕了，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的人生来就在罗马。行了，你们年轻人玩吧，老师不打扰你们俩。你带着迷你龙来到张倩、柳依依这边，张倩见到迷你龙过来，眼睛都在发光。幸好这只迷你龙胆子大，不至于被吓到。倒是柳依依一副想摸但又不敢的样子，让你直呼可爱。迷你龙倒是个善良的崽崽，竟然主动和柳依依亲近。让宝可梦们休息了一会儿后，你又在张倩的皮丘、柳依依的伊布和岩兔儿的身上获得了3场胜利。下午的实战课结束后，和2女告别，你回到家的第一时间就是把系统奖励的10个小鲜奶精灵蛋给放到了培育室。这一幕把家里的佣人都给吓了一跳。少爷不是去上学的吗？怎么像是去进货了？儿子，你弄这么多小鲜奶是准备当孩子养吗？这是要干嘛？准备搞个小鲜奶101组合，差不多吧，挺可爱的不是吗？尤其是小鲜奶的进化后的双奶鲜，简直萌到炸好吗？据说双奶鲜有64种口味，你已经决定要养64只双奶鲜，到时候你们都挑1只吧。温若云和楚新月点点头，可爱的宝可梦女生一般都不会拒绝。行了，你们2个去洗澡换身衣服，待会儿有客人要来。客人？你知道是谁吗？好像是老妈今年资助的2个学生。快走了，别管这些。此时，在一辆豪华商务车上，2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坐在车后排。柳依依同学，资助你的人也是温老师吗？原来她和自己一样，都是得到了资助，这才有了收服御三家的机会。柳依依抬起头，我只是运气好而已。闻言，张倩主动握着柳依依的小手，才不会。温老师既然看中你，就肯定有他的理由。以后我们就是好姐妹了。柳依依轻嗯一声，好姐妹吗？上集柳依依和张倩到楚云天家的剧情省略，加速剧情。恭喜宿主完成10连胜，奖励厉害钓竿，厉害钓竿，只能说勉强吧。哪天有时间可以去钓钓鱼。楚云天同学，我可以和你打一场吗？这时，一个一脸看不见长相的男生走了过来，是一个班的同学，叫陈岩。当然，宝贝龙还是迷你龙，之前的几个同学都是冲着和准神战斗的。陈岩摇摇头，我想和呱呱泡蛙打，可以，出来吧，呱呱泡蛙，呱呱泡蛙，赢下这场，今天加餐。既然对方敢挑选呱呱泡蛙当对手，那必定是有备而来，得小心一些。呱呱泡蛙一听，立刻就被点燃了斗志。对面的陈岩见状，也掏出了精灵球，出来吧，星夜喵。草系，你眉头微皱，立即开启了数据之眼。星夜喵，性别熊，属性草，等级10级普通级，特性茂盛，技能树叶，乱抓，咬住，魔爪，魔法叶，潜力道馆级。区 NPC 也是我呱呱泡蛙的对手。星夜喵，使用树叶，咪哈。随后大量散发着绿光的树叶聚拢在一起，犹如龙卷风般袭。你小子搞偷袭！呱呱泡蛙，使用泡沫，呱呱呱呱泡蛙喷射出大量泡沫记忆。接着使用电光一闪接近他，呱呱泡蛙身形迅速消失在原地，快速朝着星夜喵冲去。星夜喵使用魔法叶，魔法叶具有追踪的能力，只要能够打中，那就是双倍伤害。躲开，遭到身后，一次斩解决他。水系招式既然伤害减半，那不用就好了。星夜喵的魔法叶追着呱呱泡蛙来到其身后，呱呱泡蛙右手抬起，形成一道利刃，直接命中星夜喵的身体，贴上去，根源波动，嘎嘎泡蛙乘胜追击，一个蓝色丸就在星夜喵身上炸开。陈岩见状收回了星夜喵。不愧是你啊，果然厉害，是你太菜了，等级比我低，技能又少，真以为有属性克制就能赢啊？你拿出能量方块和鱼片给他，辛苦了，呱呱泡蛙，呱呱，下次还叫我，还来吗？来，鬼丝，接下来就交给你了。竟然是比较少见的鬼丝，鬼丝系体状宝可梦，基本没有哪个培育基地会培育鬼丝，因此想要收服鬼丝只能去野外碰运气。鬼丝啊，挺不错的嘛。鬼丝的最终进化耿鬼也是非常强力的宝可梦，以后有机会遇到的话，若是潜力高也可以收服一只。呱呱，我来，哈哈，呱呱泡蛙，那就加油吧。你手上目前没有克制幽灵系的宝可梦，既然呱呱泡蛙想打，你也不准备打消他的积极性。随着鬼丝被水之波动命中失去战斗力，呱呱泡蛙完成了2连胜，差距还是太大，2只宝可梦都没能把你的呱呱泡蛙拼掉。不仅属性上克制呱呱泡蛙的星夜喵被击败，就连自己冒险去野外收服的鬼丝也同样毫无建树，真的有点打击人了。加油吧，这只鬼丝好好培养，它会成为你的好帮手。这只鬼丝潜力是准天王级，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很厉害了。谢谢，我会继续努力，希望以后能在正式比赛上见面。之后整整1个下午，你都在对战中度过，靠着欺负那些才7、8级左右的宝可梦，你在结束的时候已经来到了20连胜。恭喜宿主达成20连胜，系统感受到宿主的强烈意愿，特别奖励闪光阿罗拉6尾精灵蛋，距离出生还有2天。此刻你只想对着天空大喊，还有谁？还有谁的系统像他的一样善解人意？这才是好系统啊！你抱着6尾的精灵蛋回家了，一进门就看到有些天不见的楚正雄和楚南风。大孙子，你这是玩什么蛋呢？楚正雄的大嗓门在客厅里嚷嚷着，其他几人一看到你抱着个蛋回来都是一愣，特别是楚新月和温若云，他们可是知道昨天你才弄来10个小鲜奶精灵蛋，今天又搞来一个，
儿子，这是阿罗拉六尾的蛋，你从哪儿弄来的？想当初为了给楚新月弄来一只高品质的阿罗拉六尾，可是出钱又出力才换来，结果你倒好，出去上个学，放学回家就抱回来一只，运气，全身运气。我先去培育室。你说着便朝培育室走去，将精灵蛋安置好，你便去了客厅。好弟弟，你以后出门能不带上我，让我沾沾你的气运？行啊，过几天周六和我去钓鱼怎么样？钓鱼吗？我也去。老爷子举手说道。爷爷别闹，你想钓什么？鲤鱼王。他自然不会觉得你说的钓鱼真的就只是钓鱼，估计是想去收服水系宝可梦，差不多吧。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品质好点的丑丑鱼。几人一听，脸上都出古怪的神色。在这个世界，虽然有训练家成功收服美纳斯，但却没人知道美纳斯是由丑丑鱼进化来的。在所有人眼中，丑丑鱼名副其实，又丑又咸鱼。你看出几人心中所想？美纳斯知道吧？几人点头。不知道突然说美纳斯干什么？温若云却是若有所思地低着头，半晌后猛地抬头看着你，还是老妈聪明，到底什么意思？你这臭小子就不能直说吗？楚南风急不可耐。这时，温若云有些不确定地说道：“我猜的没错的话，小天的意思是美纳斯是丑丑鱼的进化型。”什么？众人齐刷刷一愣，空气瞬间凝滞。那个丑不拉几的丑丑会进化成美纳斯？直到你点点头，三人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娘的，都说人不可貌相，这鱼也不可貌相啊！楚正雄感叹着，半点没有怀疑你说的会不会是错。从帮助楚南风的喷火龙突破冠军级，再到完美能量方块伊布的3种进化型，这一桩一件件都证明了你绝不会空口说白话。如果美纳斯是丑丑鱼进化的，那进化条件是什么呢？楚新月问出了关键问题。是300多年来都没人发现。你笑了笑，稍等。说完起身上了2楼，从空间背包里拿出美丽鳞片，回到客厅将美丽鳞片放到桌子上。就是这个了，丑丑鱼进化的关键，美丽鳞片。没错，丑丑鱼进化有2个条件，要夸它好看，夸它美丽，打扮它，让它自信。第二就是美丽鳞片了。解释完后，你就这么看着。几人消化完这个消息，温若云说道：“开始收购美丽鳞片吧。”操作得当，这其中的好处不会小，说不定咱们楚家以后不仅是快龙世家，还是美纳斯世家呢。哈哈哈，没错，我们还得多弄些品质好的丑丑。楚南风也说道。几人你一言我一语畅想着楚家辉煌的未来。时间来到周五，你此时的胜场已经达到了50连胜，获得的奖励分别是超能精华、一般精华、冰系精华，和之前的水之精华一样，你没有着急使用，好东西自然是要用在最需要的时候。第二天一早，解决完早餐，你带上张倩、柳依、楚新月就上了车。这次要去的地方是位于荣城北部的一个度假山庄，山庄建造在赤水河岸。在这条河里，不仅有着数量庞大的鲤鱼王，也有着一些其他的水系宝可梦。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人这里看到黄金鲤鱼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看到河边一排排的小板凳，几人都无语了。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钓鱼佬啊！我们去上游吧。三女扛着鱼竿跟在你身后，王叔则是提着2个桶，里面装的全是钓鱼需要用到的东西。沿着河岸走了差不多半小时，几乎已经看不到人后，在钓鱼爱好者王叔的建议下，找了个好位置准备下来。我们来比比看，看看谁能钓到丑丑鱼怎么样？楚新月肩扛着鱼竿，行啊，输了的人必须唱学猫叫。你说道。什么？不敢？来就来，加我一个。张倩举手，你看向默不作声的柳依，最近几天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丫头状态有点不对。依，你玩吗？正发呆呢，突然被 Q 下意识说道玩。在王叔的指导下，挂上水属性宝可梦喜欢的食物，然后抛竿。5分钟后，张倩激动地钓上一条鲤鱼王。10分钟后，楚新月兴奋地钓上一条鲤鱼王。20分钟后，柳依平淡地钓上一条鲤鱼王。你这边就不一样了，因为厉害钓竿的原因，半小时上钩5次，怎么全是 TM 的鲤鱼王？转眼又过去了2个小时，除了钓起来数十次鲤鱼王外，就是角金鱼、海星星之类的。擦，系统，你出来，咋地了？宿主有没有丑丑鱼喜欢的饵料？你要作弊吗？训练家的事儿能叫作弊吗？佩服，到底有没有？没有，那行，退下吧。不过可以告诉宿主一个消息，你立刻来了精神。这附近有一只品质很好的闪光鲤鱼王，有多好？虽然今天来钓鱼的目的是为了丑丑鱼，但若是有条品质不错的鲤鱼王也行啊。天王级，你情绪高涨，双眼迸发出浓厚的战意。王叔，少爷，怎么了？王叔被吓了一跳，鱼竿差点掉河里，让人多送些鱼竿鱼饵过来，还有帐篷和食物。今天不回去了。好的，少爷。王叔不理解，但王叔听话。三女听到2人的对话，齐齐看了过来，倒不是对你的决定有什么不满，一晚上不回家而已，不是什么大事。就在你准备随便找个借口糊弄一下的时候，柳依依的鱼竿动了，快拉上来！柳依依手握钓鱼竿，猛地一拉便将其甩到岸上。是丑丑鱼，不过他喊的原因嘛，你输了。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你毫不在意的随口唱了一回，哈哈哈哈哈，好玩好玩。好了好了，别闹了。你指着那条还在地上蹦跶的丑丑鱼说道：“把这条丑丑鱼收服了吧。”闻言，柳依呆萌呆萌的看了过来，张倩也是同款表情，不明白为什么要收服丑丑鱼这种毫无价值的宝可梦。直到楚新月说了一遍丑丑鱼和美纳斯的关系后，2人听得目瞪口呆，并保证绝对不会说出去。不再犹豫，柳依掏出一个空的精灵球，直接扔过去。去把精灵球象征性的动了一下后，精灵球发出叮的一声，快快快，放出来再看看。
张倩很是激动，美奈斯啊，谁能不喜欢不向往？三女此时围着一条在平时根本不会有人多看一眼的丑丑鱼聊得火热。丑丑鱼，性别词，属性水，等级12普通级，特性迟钝，技能龙息，跃起，撞击，潜力天王级，天王级潜力。丑丑鱼，龙息，丑丑鱼，你爹妈是谁？我意外获得全闪队，却被众人嘲讽是个异类。殊不知闪光可是精灵的天花板，不仅能拥有高属性的6维，甚至能觉醒特殊的技能，随便一击便能造成天灾级攻击。丑丑鱼这个种族普遍潜力低下，能找到一只道馆级潜力的已经算是不错了，何况是天王，你嫉妒啊？甚至怀疑自己手里的厉害钓竿是假的。因为有了柳依依的例子在前，接下来几人动力十足，卯足了劲儿。可惜的是，直到天黑都没人再钓起丑丑鱼，反而等来了大群晚上来岸边喝水的宝可梦。开启数据之眼，一只只的看过去，竟然在其中发现了一只潜力达天王的宝可梦咩利羊。外表看上去人畜无害，然而二段进化后的电龙却是非常强力，除了速度慢点，尤其是当电龙 Mega 进化更是可以称之为最强电系宝可梦。除了速度慢点，你们3个看见那边那只咩利羊没？怎么了吗？那只咩利羊非常不错，谁去把它收服了呗？话是这样说，但你并不感兴趣。天王级潜力的宝可梦我并不缺，除非是我喜欢的宝可梦，像是沙奈朵、还有闪光沙奈朵之类的。哪怕潜力不是冠军级，我也会收服，我就不用了。楚新月摇摇头，我这次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丑丑鱼，我也不用。他已经有了丑丑鱼，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剩下的就是张倩了。我倒是想要，但这只咩利羊12级啊，我的杰尼龟不一定是对手。你一听，是啊，张倩的杰尼龟才11级，还被属性克制。咩利羊和丑丑鱼可不一样，丑丑鱼没进化前就是个废物。就在张倩为难之时，楚新月直接掏出了精灵球，青藤蛇悄悄绕过去，干掉那只咩利羊。于是众人便看到青藤蛇身形快速，很快摸到了咩利羊的身后，直接使出一招飞叶风暴将咩利羊秒杀，太残暴了！你不忍直视，小倩，快去把咩利羊收服吧。楚新月说道。等到张倩成功收服咩利羊回来，收服了咩利羊的张倩兴奋了几秒，随后想到一个问题：完了，怎么了？楚新月和柳依也是好奇的看着他。联盟规定，收服比训练家等级高的宝可梦是需要上传视频的，否则收服的宝可梦不能用来参加比赛。张倩说的仿佛天要塌了，你是不是傻？你等到杰尼龟的等级高于咩利羊的时候，再带着咩利羊去宝可梦中心登记不就好了？是哦，张倩恍然大悟，那就先不给咩利羊吃完美能量方块好了。